下一站是要去走朝圣之路。3个小别车，意志力 ，Gracias。台湾有超多人来走朝圣之路。开头，如果你来这一个城市没有吃他们的章鱼的话，那就等于你没有走这最后100公里，很鲜呢。还有50公里 ，Yes， 这115公里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终于到大教堂了。嗨，大家好，我是 Corinne， 我们现在到 Santiago de Compostela 了，因为我们的下一站是要去走朝圣之路。我们这次会来走朝圣之路，是因为这其实是妈妈的人生清单，因为她就觉得说，如果现在再不走，或是一直说明年再走的话，那之后可能就老到走不动了。对，没错。朝圣之路有非常多条，但每一条的终点都是 Santiago de Compostela。它是位于西班牙西北部的加利西亚地区，这里是传说中耶稣12使徒之一圣雅各的遗骸安葬地。我上网看，他说在9世纪时，人们声称在这里发现了他的墓地，所以当时的国王他就在这里建立了那个教堂，自此成为欧洲3大朝圣地之一。朝圣之路的终点都是为了朝圣圣雅各的安息之地。这一次决定走法国之路，它的全长其实是779公里。这一次还会去欧洲其他城市玩，所以我们最后就决定选5天走，就是法国之路的最后115公里。刚刚先买了明天的早餐。大家早安，我们到我们的起点 Sarria 了。昨天晚上我们在圣地亚哥那边住了1晚，然后今天一大早我们就搭车到我们的第一站，开始我们第1天的徒步旅行。我记得今天我们应该是要走22点多公里左右，加油！加油！加油！看到那一个贝壳的指示，就跟着它一直走。这个街道上面这边有很多餐厅，可以买贝壳，然后挂在你的后背包上。这个是第1天的我们，来看看最后1天的我们会变成什么样？会不会变得很狼狈？这是我们盖的第1个章。其实很多走朝圣之路的人，他们都不是宗教信仰者，他也可以是那种心灵的旅程，就是可能是为了疗愈内心啊，或是庆祝你人生的某个阶段，或是寻找自我而前往的旅人。快点要跑起来啊！不是要跑吗？快点！我们现在到终点还有112公里左右，经过这个小桥。哇，我没有盖好。现在已经热到把我外面那件外套脱掉了，我的背刚刚整个是湿的。来带我们的第3个章，嘿嘿。我们在第1站买了3个小别针，超可爱。路上有超多牛的，可以吃草。我觉得我们算蛮幸运的，因为这几天其实天气都没有到很热，完全无法想象如果走在这个上面，然后如果太阳很大，应该完全会走不动。前面又是一群牛了 ，Hello。妈妈很累，所以我就在这边点了1杯柳橙汁休息一下。刚刚休息了大概可能10、15分钟有，然后休息过后，我自己是觉得现在蛮有活力的。但是他说现在才刚走不到10步，他现在已经觉得腿又开始酸了。我们现在到我们今天要住宿的地方还有14公里左右，然后在我们中途就是可能吃中餐的地方还有大概4公里多，加油！加油，意志力！加油！加油！好多小羊。What we do here is we have a special seal wax stamp. You can choose between the Camino de Santiago or you can put your star sign if you prefer.
Gracias！ 哇，超美的，这里好漂亮。要继续走上坡了，我们在走上坡，我跟姐姐要挑战慢跑上去。刚跑过一次，现在有点喘了。没有，因为这个比较哦，厉害哦！还有一只狗狗在睡觉，一路上有超多牛的，然后看看这个风景。走在这边感觉空气非常的好，但是时不时就会闻到牛粪的味道。到了这个小镇，就代表我们今天 Day 1的徒步旅行已经走了一半。我们要在这一间吃中餐。它这个是我们走朝圣之路的地图，我们的终点站。然后刚刚看到这里超可爱，他写说 "Relax, we're all crazy, it's not competition." 我们的小脚脚辛苦了，中餐来了，我跟妈妈都点牛排，然后姐姐呢，她点鱼，超级饿的。虽然没有很好吃，可是很棒。我试试看。已经有点多，可是因为好饿。对啊，就觉得好好吃。它鱼整个都烤焦了。姐姐说她的鱼全部都烤焦了，那一个要慢慢把它剥掉。刚吃完中餐，充饱电了。充饱电怎么感觉腿更酸？对啊，我也觉得腿好像很酸。我腿现在超酸。我们现在走到今天我们住宿的地方还要8.6公里，离终点距离100公里。现在要盖这个100公里的章。路上面都会有这一种，就是可以让你装你的水，它应该是山泉水。这个小房子有很多人就是一路走来留下的一些纪念品，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本子，可以写一些话。像在这里路上，大家都会跟你说不愿赶命哦。我们现在在倒着下坡，因为脚趾头已经开始有点痛了。好可爱的猫咪 ，Hello。妈妈买了一个这个水蓝色的贝壳，要挂在包包上，这样就好了。超级可爱的地图。前面那一个城镇应该就是我们今晚要住的地方。我们终于要到了，我们徒步旅行的第一天终于要结束了。好狼狈。这样一路走来，终于要到了。到了，刚刚从后面这个城市走来，23公里，爬楼梯真的比下坡还要好走。走下坡的时候，脚趾头真的超级痛。哇！你怎么那么快就到了？因为它楼梯没有很多啊。耶！你的帽子怎么了？耶！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住的 Port Tourmaline， 距离终点站还有92公里。耶！终于走到他们的教堂了。欢迎到我们这一次的 Airbnb， 锵锵锵锵，这是我们的客厅，采光超好。这里是我们可以用餐的地方。然后你看，他还准备了台湾的国旗，超可爱的。厨房在后面，真的是所有的东西非常齐全。对啊，而且他还有这个准备了好多哦，好可爱的杯子，可爱的，他还准备了哇，这一些还有啤酒哦，给我们，还有围兜兜。那今天晚上就交给你做饭了，累死我了。是我们的第一间房间，它这里放了一只超级可爱的熊熊，然后看看外面这个景，我们刚刚就是从这个桥，然后从那里这样走到这里。第二间房间旁边就是我们的淋浴间，耶！哇，
哪，它的香皂竟然是爱心形状！这一只熊熊竟然还穿这个朝圣之路的衣服。到我们的 Airbnb 真的是好舒服又好幸福。这一间 Airbnb 应该是我们这一趟走朝圣之路住最好的。那时候可能想说就是第一天嘛，到了之后可以好好休息，好好犒赏一下自己。然后我们现在要去超市买一些东西，因为我们这一间 Airbnb 刚好有厨房嘛，所以就可以今天晚上直接在 Airbnb 里面休息，然后吃个简单的晚餐。看看这个景，真的是百万美景哎！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徒步旅行的第2天，我们今天的目的地是叫 Palas de Rey， 从这边走过去也大概要20几公里。加油！昨天我们到这个城镇的时候，看那个手机，我们走了23.5公里，这是我们刚出发的样子。现在距离目的地88公里，继续加油！我们觉得今天的路走起来，相较起昨天真的好走很多。它的地板就比较平，昨天就很多那种石头地，然后一下上坡一下下坡。吃一点 Oreo 补充体力，你吃巧克力。Oreo 95%的。耶！现在休息一下，吃颗水蜜桃。Buen camino， 超级多汁，超级好吃。现在正在爬上坡，已经爬了可能2/3有了。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然后点了这个欧姆蛋跟面包，还有一杯柳橙汁。吃一口，很好吃哎。然后现在我在这边休息一下，这边的柳橙汁全部都是现榨的。刚刚吃完那叫什么马铃薯欧姆蛋，超级好吃，完全补充了我们的能量。我们现在要再走大概5.2公里到下一个城镇，吃我们的中餐。拜拜，拜。这些都是之前走朝圣之路的人留下来的纪念品。来补充水分。台湾有超多人来走朝圣之路的，我自己也来插一个。它这里有一个铃铛，它问你说 "Are you grateful?" Ring the bell 在那里。那我要去铃了哦，好大声啊！现在要走这个非常陡的下坡，小心哦。然后旁边还一群牛。我们现在在距离终点站75公里处。Hola。Hello。你是不是很疑惑为什么我们要看着你？我们今天中餐要在这里吃。这一间餐厅的环境很不错，现榨柳橙汁。这个餐厅还有鸡在外面散步。点了一个看起来超级大的汉堡，跟这个是鱼，感恩宇宙开动，感恩宇宙开动啊！现在来吃我点的汉堡，看起来超级好吃。刚刚我试着切不断，太好好吃了，超级好吃，好吃啊！看那个小焦焦的汉堡排很好吃，那个鱼很好吃，马铃薯，
我们刚刚吃完我们的中餐了，继续努力往终点走。然后跟大家说一下，刚刚我就觉得我的脚很痛，然后在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袜子脱掉，结果我里面竟然已经起水泡了。现在继续加油！这些小镇的房子都超级可爱的，都是那一种石墙。Hello， 我在干嘛？现在在3.3公里左右就会到我们下一个目的地。然后我看那个导航，3.3公里还要走45分钟，然后开车竟然只要5分钟。我觉得朝圣之路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我们平常觉得很普通、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简单。这2天走下来，走起来是还好，但是当今天的身体负重，就是走起来，就是你知道走到一半，就是肩膀会开始变很酸。我看那个朝圣之路，它那个官方网站说，就它建议背的重量是你体重的1/10。所以像我的话，我可能就是可以背5公斤左右。但我这样背5公斤，其实这样一天走20几公里，真的会非常的重。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来走朝圣之路的话，其实真的越精简越好，或是如果直接不要背，那应该走起来会轻松很多。终于到我们今天住宿的城镇了，快要走到住宿了。但是今天我们住的这一间，它是有自己的房间，但是是共用卫浴，看起来应该还是蛮干净的。终于到了，这一间就是我们今天住宿的地方。我们是住在2楼。现在受伤的我，今天要住的耶！这个小门里面，你看，就是这间蛮舒服的感觉。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共用卫浴。刚 check in 完，然后要去旁边的超市，可能买个沙拉，就当今天晚上的晚餐。真的是很累，脚非常的酸。明天见。这一间是他们的公共客厅。好啦，好啦，看起来蛮干净的。然后这里是他们的公共厨房，有微波炉，然后那边有一台咖啡机。这里有朝圣之路的地图，我们是从 Sarria 这边出发，昨天住在这里，现在在Palma del Rey， 然后我们今天要去这里，这里是他们的那个章鱼之都，今天晚上会住在这里，这里好像他们的什么乳酪之都。如果你有大行李不能背着走的话，其实早上你就可以寄在饭店这边，然后他会直接帮你寄到下一个住宿的地方。今天是我们徒步旅行的第3天，今天一大早起来，我就发现我的嘴唇竟然肿起来了。然后我上网查，他说就是要多喝水，多休息。走了3天的路之后，发现上坡走起来更轻松，下坡反而脚的那个压力非常的大。现在看到下坡都会很不开心，看到上坡虽然走起来会比较喘，但是相较起来又比较轻松。终于到美丽的章鱼之都了。很多朝圣者都说，如果你来这一个城市没有吃他们的章鱼的话，那就等于你没有走这最后100公里。所以我们想要去吃他们最有名的加利西亚章鱼。这一间就是我们中午要吃的章鱼。哇！这间餐厅竟然有台湾的国旗。这个是它这里最有名必吃的章鱼，然后它有分尺寸，就是13欧的，然后26欧跟39欧的。我们还点了一个，这个是加利西亚现派，还有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里面就是有章鱼。这个就是加利西亚现派，刚妈妈偷吃了1小口。然后这个就是里面有包章鱼的。他们这间餐厅的用餐环境其实很不错，而且他们的布置超级有那种复古的感觉。看看这一幅画，很好吃，可以看一下里面吗？哦，你喜欢吗？它外面的口感是那种
饼皮酥酥的，对不对？然后里面就一只章鱼。我现在要来吃吃看，这个是加利西亚鲜派。里面好像是尾鱼，我对尾鱼还好，但不难吃，真的。我们的章鱼来了，它上面是有撒辣粉我要来试吃。这里感觉超级新鲜的好吃，真的好吃。非常好吃。它有淋橄榄油很鲜呢。它是加利西亚章鱼，面包沾的。那个馅派最还好，因为它就里面是尾鱼。这个是很好吃那我现在要来吃。妈咪面包沾这个超好吃的。这个超级好吃。姐姐的膝盖在痛，所以他们两个都用了护膝。继续前往目的地。Hello， 加油！看我前几天影片，如果录完在跑步。对啊，今天才是我们的第3天徒步旅行，真的觉得走115公里也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这样平均下来一天也是要走20几公里。我真的真心非常佩服可以走全程的人。法国之路全程是779公里，他们的意志力应该真的是非常的强大。我们现在也继续努力前往我们今天的第3站。你可以吃吗？好吃吗？耶！距离我们的目的地还有50公里。前面有一个，这应该是小溪，然后有一个石头做成的小桥，我们现在要走过去。It's Maltese. Yes. Maltese. 哎呦，好可爱！点了一杯柳橙汁，你的柳橙汁来了。现在就是看到可以休息的地方，就进来坐一下。小猫咪 ，Hello。徒步旅行的第3天，终于遇到台湾人。Hello。重点是他是走全程，超级厉害的。我们第3天就快累死了。因为妈妈膝盖很痛，所以我想说帮她拿一下她的包包。膝盖很废的我，这样我背包总共的负重感觉应该快10公斤有。看看前面的景，很像那种童话故事里面才会看到的。刚刚遇到另外一个台湾人，嗨。我们到今天的目的地阿尔苏阿了，这里听说是起司之城，它是非常著名的乳酪产地。现在要先去 check in 我们今天的住宿，这是我们今天的房间，有3张单人床，然后很开心的是，我们终于有自己的卫浴了。我们刚 check in 完，现在完全没有负重，走在路上真的好轻松耶！在住宿的旁边找一间餐厅，这边餐厅好像很多都是那种7点、7点半才开门，所以我们就找了一间，它是早上直接营业到晚上11点。这间餐厅也有印章，点了一个香蒜明虾。超级好吃！我们点这个披萨里面的起司，它刚刚上面是写阿尔苏阿起司，所以现在来试吃看看。好吃不起司有什么差别？刚吃完那个披萨，我现在感觉精力充沛，因为很好吃。走路去超市，但是因为在欧洲礼拜日很多店家都不会营业，所以我们要在走路走9分钟才会到那间超市，那好像是这边唯一有营业的一间纪念品店。这里有写，我们再走38公里就到了。有卖超多，后面这个是彩绘麻的贝壳，超级可爱的。我觉得这个很漂亮，从不同起点出发的明信片，然后这是我的，我们从Saria， 我自己买的这一个，这是法国之路的别针，然后还有这个，
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徒步旅行的第4天，明天就要走到终点站了。然后今天一早起来，雾气超级大，而且比前几天还要更冷。好冷。对啊。现在是9点35分，然后雾气还是超大的，但是我觉得这样天气真的舒服很多。但我看，就是如果今天你刚好是在很热的时候来走朝圣之路的话，你可能5、6点就要出门，然后你要赶在下午1点到达你的目的地。但像这几天天气都很好，所以我们就可以9点再出门，然后慢慢走。我觉得走朝圣之路真的完全不分年龄，也不分国籍。像我们昨天跟今天，我们就遇到那种学校带小孩子一起出来走，他们应该可能是国中生或是高中生的年纪，然后也看到很多那一种上年纪的阿公阿嬷来走，大家都很努力。国籍也是，就是大家都讲不同的语言，但是大家见到对方都会说 Hola, buen camino。耶，换你讲的。buen camino。我们先要来这一间咖啡厅，再喝一杯柳橙汁。点了一个水果yogurt，然后还有一杯柳橙汁。幸福！这里超多人在这边休息。现在距离圣地亚哥剩33公里。哎，台湾的国旗。他过桥。他准备大便了吧？这里有针织编成，哎呦，针织编成的圣雅各登山鞋。全部都是这一间店客人留下来的玻璃杯，然后在瓶身下面写字。盖了这个在最后1页，然后想说后面这边可以写给自己的话。刚刚走到一半，看到后面竟然也有一只狗狗在跟它的主人一起走朝圣之路，而且它就是这样冲一冲，冲一冲，然后到前面它就停下来，回头等它的主人，真的超级可爱的，就是这一只狗狗。距离目的地越来越近了，现在到大教堂只要25公里。我们今天中午要在这一间餐厅吃饭，大家分享一下我买的，超级可爱。然后这一个还有写法国之路，点了一个汉堡，然后妈妈点了这个意大利面。开动喽！我的天哪，它的牛肉超级多汁，给大家特写一下，看一下。有走朝圣之路的一定要来这一间吃，真的很好吃。试吃妈妈的意大利面，肥肉好多。意大利面也超好吃的。我们刚到 O Pedroso 了，这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这一间就是我们今天住的地方。它也是3张单人床，但是我觉得环境比昨天的还要更好。这一间是我们的卫浴，它也是干湿分离。我在徒步旅行的倒数第2天，竟然在超市里也遇到了一个台湾女生，重点是她竟然是走全程，其实还蛮简单的。很简单，怎么可能？全机会都要走全，我觉得感受会很不一样。我觉得5天100公里可以了。你有觉得累吗？你们100公里的风格？我好像还好。我蛮累。对。就你们感容光焕发。但妈妈的腿已经废掉了。妈妈来了，是她想要来。我们被她带。对。真的假的？真的。嗨。Famous。我们刚刚去超市买了2瓶水、牛奶、水果，还有巧克力。对，我每次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就是会买这些东西。对，水果就这样。
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徒步旅行的第5天，也是我们走朝圣之路的最后一天。我觉得这5天说短不短，说长不长，但一下子真的时间就过了。这115公里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很多上坡下坡，然后很多石头地。第1、2天我们就走24公里多跟26公里多，然后走完这2天就开始有一点怀疑人生，因为就是脚就是铁腿，然后我还起水泡，但是第3天开始就慢慢的越来越习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圣地亚哥大教堂。起点从这边开始，我们距离目的地19公里。今天早上的天气超级冷。Blue Beetle. It's really pretty. Yeah.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剩我一个人走的最后一天。妈妈她这几天这样走下来，因为毕竟她也不年轻了，然后她的右脚膝盖之前有受过伤，所以她的膝盖其实有点吃不消。然后她怕，如果她从最后一天的起点开始走，可能会没办法靠自己的双腿走到终点，所以我就会在今天的途中跟他会合，他会先搭车在那边等我，然后姐姐就陪着妈妈。我觉得走朝圣之路真的很像人生的缩影，就是你在这条路上，你真的会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但是大家都比较像是擦肩而过。在这条路上遇到的所有人，真的都非常非常非常的友善，大家都会跟你打招呼，鼓励你，或是跟你分享一些他们听到他们觉得很有意义的小故事。那最后的10公里，我决定捡一个小石头放在上面。Dernier jour de Camino. Yes, last day of the Camino. Good. Hi. Hi. 这个是 Alex， 我在走朝圣之路最后一天遇到的。我们等一下会走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朝圣之路的精神地标，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发音，但是 Monte Dogoso 它就是那个地方，就是朝圣者可以第一次看到大教堂的那个尖塔，所以大家都会很兴奋，就会觉得哦，终于到了。在路边捡到的野花插在头上，我路上就看到很多人插在头上，或是把它放在包包上啊。居然走着走着，现在就剩7.6公里了。看到大教堂的尖塔了。刚刚看到大教堂的尖塔，本来没有想到我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刚刚一瞬间我有一点起鸡皮疙瘩，就觉得哦，竟然要到了！没想到最后一天这19多公里那么快就到了，现在应该大概在5公里左右吧，我们就到了。这里竟然有一个大海星，现在感觉快到大教堂，我就是有那种很喜悦的感觉，无法想象那种走全程的人，他们应该到大教堂一定会哭。今天因为几乎我都是一个人走，所以我从出发到现在完全都没有坐下来休息，走了应该现在可能17公里有了，脚底板开始有一点痛。等一下一到那个 Santiago 我就要开始大吃特吃。在距离大教堂是2.2公里，天啊，快到了！这5天走下来，我真的有很多事情想要感谢。我想谢谢我的身体一路陪我走到现在，然后今天我用双脚走了100多公里，我也想谢谢在镜头前面的你们，谢谢你们这一路以来的陪伴。人生会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但我相信一直坚持持续下去，一定都会有好的结果。我有预感，我现在准备要看到我妈跟我姐了，现在想要躲起来吓他们，要看到他们了。没有下成功，可恶。
我到市中心了，我们现在要先去吃中餐，吃完再走去大教堂。这条街是我们第一天到 Santiago 的路，我们在这边走了一下。我觉得第一天到这边的感觉跟我现在刚到的心境真的完全不一样就是现在有兴奋的感觉。I love Santiago。这一间就是我们今天要吃中餐的地方，看起来超级高级。刚刚买了一个这个马克杯，是我最喜欢的粉红色。我们点了一份牛排，跟这个是鳕鱼，来补充一些蛋白质。有点饿了，不知道是因为我太饿了，所以觉得很好吃，还是它真的很好吃。它的肉很嫩，好吃吗？很好吃。它的鱼看起来也是很鲜嫩多汁。还不错。刚吃完中餐真的是超级满足的，尤其是走完这20公里。This is a specialty from here. It's almond cookies。黑糖。蛮好吃的啊。蛮好吃，可是真的蛮甜的。现在要先去大教堂，然后去完之后，我们就会去申请我们的朝圣者证书吗？对。走了100多公里，终于到大教堂。这里就是我们换朝圣者证书的地方。到这边之后，就填你的资讯，然后它会有这个 QR code。我们现在就等这个电视墙出现我们的号码，就可以领证书了。这里有卖这个笔。超可爱的，这一个版本是免费的，然后这个有里程，是一个是3欧，然后我们还买了这个一个是2欧。漂亮！我们刚领到证书了。在领完这个证书，想要跟大教堂合照一张。这一间就是我们走完朝圣之路要住的，我们的客厅，然后我们的厨房有微波炉，然后我们今天晚上在这边煮饭，这是刚刚去超市买的一些东西，然后它也有提供一些简单的东西，然后这咖啡机，然后我们刚刚买的东西。超级多，下面这边是洗碗机，然后这里也有洗衣机。我们的房间它就是2张单人床，然后后面那是我们的衣柜。重点是这里的采光非常的好，哇，天气一样很好。这个门后面是我们的卫浴，看起来非常的干净。大家早安！今天是我们走完朝圣之路的第1天，我们会在圣地亚哥这边多待1晚，然后在它的老城区走走逛逛。我们现在准备去吃早餐。买了2个这个很可爱的马克杯。还有这个是可以挂在墙壁上的。这里有卖这些超可爱的娃娃别针，我们买了这3只章鱼的小杯子。I love Santiago， 买了一个这个磁铁。Santiago, where are you from? From Taiwan. Taiwan is very beautiful. What This is is this? almond cake. OK， 来试试这个是杏仁蛋糕，它蛮好吃的啊，它没有很甜啊。没有很甜啊。他们的名片。那这就是我这一次的影片分享，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点个喜欢，还没订阅我朋友赶快订阅我一下，我们下次见，拜拜。At least this is an okay bar.